你是一个灵性高的人吗？我想告诉你，一个灵性高的人，事实上也是一位灵魂特别高级的人。你会发现你活得像一个孩子，你特别的简单纯粹，你喜欢独处，你喜欢独自思考，你从小就开始探索生命的奥秘。但是和你接触的人会发现，即便你看起来有些高了，但是只要靠近你，接近你，和你相处之后会发现也特别的接地气，也特别的纯粹，特别的简单。最关键的是你特别的善良，特别的有爱。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也遇见了这样子的人，也请你珍惜他，因为你们都是有灵性的人。伟大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把这个世界分为3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第二个世界是精神的世界，第3个世界是知识的世界。我们每天努力的工作是在征服外在的物质世界，我们每天不断的学习是为了征服知识的世界。可是我们在追求事业的同时，有没有关注精神的世界呢？如何才能征服自己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的宇宙当中，万物皆有灵，而万物所具有的灵都有与其各自自身对应的灵性。灵性是万物在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一种可以被感知的一种性状。那么到底什么是灵性？灵性的本质是什么？灵性是怎么产生的？灵性的作用是什么？如何激活每一个人身上的灵性？如何活出灵性的自己等等。这些问题一直都没有一个科学的合理的说法。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与灵性相关的几个问题。这个影片有点长，建议你耐心看完，一定能让你感觉到灵性崛起的力量。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仔细的聆听。1. 灵性生活本质上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什么是灵性？关于这个问题，当下普遍认为灵性是指人或者生物的先天智慧所形成的外在表现特征就是灵性。当然，这种解释并不完整，因为这种解释只讲了灵性的外在表现，并没有讲到灵性的本质问题。灵性当中的灵是指灵魂，那么灵性也可以认为是灵魂所表现出来的性质。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得出，灵性其本质上事实上是指以万物所具有的灵所形成的万物固有的内在属性。这种万物的灵在其载体当中对其载体产生的作用，而形成的包括其载体整体对外显示的智慧表现的统称就是灵性。灵性的作用是什么？灵性虽然是万物的内在的灵所形成的外在表现，那么灵性的背后必然是有一定的特定作用的，而灵性的作用事实上是万物内在的灵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同时，还会加强其灵的外在表现。而灵的具体作用就是促进灵的载体所形成的团体组织结构运转的最优效果，而这种物质组合而成的组合体内部组织结构所形成的系统的运转最优效果会呈现出智慧的特征。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人类灵性的大多数都是处在休眠状态之下的，只有少数的灵性处于活跃状态，用以维持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需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些方法来激活和唤醒处于沉睡状态下的灵性，让我们的灵性觉醒而发挥出更多的作用。那么该如何让我们的灵性觉醒呢？灵妖，真正的灵性生活每一刻都是最好的。我们通过心智的启蒙和身体的练习，培养出自己的觉知和能量，接着在每一刻都呈现出真实的自己，积极融入生活之中，而不是被动地对生活做出机械的反应。但是每个追求灵性生活的人都应该首先冷静地认清自己的现状，我是否仍然生活在恐惧和反应模式中？要知道，冥想不仅仅是我们闭着眼睛在垫子上做的事情，而是关注我们与生活本身、人与事、食物、金钱、婚姻和责任的关系。一个禅宗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班赞在市场上走来走去时，无意中听到了屠夫和他的顾客之间的对话。顾客说：“把你最好的一块肉给我。”屠夫回答说：“我店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最好的，你在这里找不到任何一块不是最好的肉。”听到这些话，班赞开悟了。没错，每一刻都是最好的。如果你在这一刻找不到最好的东西，那你在其他时刻也不会找到，因为这一刻是唯一发生的时刻。02，停止逃避，融入平凡。通过一定的练习，我们的心灵可以让任何活动转变成为积极的冥想，如此我们改变了自己与任何外在活动的关系。这就是让乏味的生活变得超然的奥秘所在。比如，通过专注于手头的任务，我们可以进入心流状态，这是积极心理学家所认为的创造的最佳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极度沉浸在一项活动中，从而身心与一种永恒、轻松和无私的感觉相伴。我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在皮划艇穿越急流、蹦极、跑马拉松或练习武术时进入了心流状态。同样，我也认识到，并非只是刺激的活动可以做到这一点。当我们完全沉浸在任何一项活动中时，我们混乱而复杂的生活就会突然转变为一个纯粹简单的广阔时刻。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与这些红尘俗事打交道也是一种冥想？当我们停止逃避平凡的生活并与之融合时，就会发生转变。逃到寺庙和静修林可能会有所帮助，但真正的考验总是当我们回到家庭、工作和责任时。03，在俗世中找到内心深处的平静。我们也许能够在冥想静修的结构化寂静中找到内心深处的平静，这是我们所说的考前练习。但我们能在育儿、婚姻和世俗家务的漩涡中仍然清晰地找到它吗？这才是考试题目。每天洗漱、徘徊和扫地的磨砺从来都不是咬牙切齿冲过去的障碍，而是对扩展生活方式的秘密邀请。你的房子、公寓、车库、棚子或沙发是圣地，所有任务都是神圣的，因为每一刻都是最好的。
反思你厌恶哪些工作，哪些任务会引发阻力或冷漠，你心不在焉地匆匆忙忙地完成哪些活动，因为你认为他们根本不值得你花时间和精力。与其沉迷于拖地的想法和判断，不如有目的地专注于拖地本身的活动，将其视为一种冥想行为。这不再是一件苦差事，没有家务，只有临在的练习。04，这个神圣的时刻合而为一。我们常常看不到，我们的修行一点也不特别，它只是生活。我们的确不需要环游世界才能以某种方式与宇宙融为一体，我们可以从与这一刻，这个平凡的时刻，这个神圣的时刻合而为一开始。2. 灵性的作用和价值。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幸福的，悲惨的，成功的，潦倒的，人生的种种经历，无一不再启发我们觉悟，人生就是一个边走边悟的过程。我们最该珍惜的是自己当下拥有的美好。人性不近于食色，灵性也是人的自然需求。缺少灵性的生活如冬日的尘土，缺少灵性的人干瘪无趣。我们常常把灵性与无法充分描述连在一起。物质生活讲求务实和功效，难免枯燥，甚至沉重。以难怀紧的通俗说法，限量的境界，不仅念佛参禅的、修密宗的经常会呈现，普通人、诗人、艺术家也常有这个境界。陈子昂登幽州台，念天地之悠悠，又何尝不是灵魂向无限的敞开？若人间世界中原无本觉，灵修就无从起步。慈眉善目，举止谈吐无不祥和，处世言道多见智慧。无论修行的成就怎样脱出尘世，也不可能与人间世界完全切断。无论什么秘法，总与世间法有相通之处。六祖甚至说，佛法在人间，不离世间教。如果没有生活中的灵性，灵修既无从开始，也没有意义。成佛不是修行者兀自得道成仙，倒是因为世间人需要指引。你若提升灵性，便能更聪明。灵性与智力如同孪生兄弟，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灵性修养较高的人，往往展现出更出色的认知能力、创新思维、记忆力和决策判断。灵性与智力水平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灵性是智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灵性与智力、创造力、学习动机和学业成绩都显著正相关。灵性与智力之间的联系，并发现灵性可以作为自我控制影响智力的中介。灵性越高的人越难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因为当灵性到达一定境界时，对精神的质量以及情感的净度会要求非常高。所以世间的幸福永远没有绝对，只有相对。金钱的灵性法则一：什么是真正的投资呢？不要做让自己内心感到有挂碍的事情，那会让灵魂去为此而赎罪，而创造出财富的失去。
那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们无法面对自己。金钱是配合人类集体意念而创化出来的，也配合不同人的心灵状态去体验贫或富，失落或满足，恐惧或喜悦的感觉。钱的开心在于碰到一个内心真正开心的人，把它用到让人感到开心的事情上面。更大范围来看，金钱是一股能量之流，总是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而已。当一个人没有失去钱的想法的时候，钱也就不会真的失去。这样的话，钱即使被花出去，也只是在外面玩。当你越担心恐惧的时候，你的钱在外面玩得越久。当你感觉越喜悦丰足的时候，钱会越快越多地又回到你身边。从更高的系统层面看，投资并不存在，只是能量之流在实现它本身的循环而已。至于能量以什么形式在循环，那就是所谓的投资。投资是钱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账户到达另一个账户的流动产生出来的错觉。这种感觉绝大部分都来自于能量的形态从无形的资源、想法到有形的资源、物质的一种转换。一个人越能看到无形资源的存在，就越能感觉到丰盛。试问，你能看到你身边有哪些无形的资源存在呢？注意力所在，定会成为现实。而一个投资者最大的投资，就是去除自己内心的恐惧，去除所有关于财富的限制性信念。当一个人内在有恐惧，无论怎样运作吸引力法则，那都只是在吸引更多的恐惧而已。一流的投资者只是比别人更懂得降服自己的心，懂得如何去除自己内心的恐惧，把自己带到丰盛之流中。一流的投资者观想到自己为世界创造的价值在不断增加。金钱的灵性法则2：何谓限制性信念？人内在的恐惧往往以限制性的信念形式存在。信念其实只是一个个的想法而已。人们活在自己的想法中，改变自己的想法即改变信念，就是在改变世界，改变未来。当很多人觉得自己无法改变的时候，只是让自己活在自己固定化的模式中。那模式其实就是一连串固定了的想法罢了。这些坚固了的想法，人们把它叫做命。对于命，很多人常常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无助感或无价值感。然而，改变自己的命并不难，只在于人们是否拥有一点敢于质疑自己限制性信念、那些坚固了的想法的勇气而已。而这就是面对无法觉察的活在固定化了的想法里面，让自己不去面对，是改变无法发生的根本原因。当然，当人们心里有恐惧的同时，最大的恐惧还是恐惧于不敢去面对自己的恐惧。金钱是一面镜子，总是不经意地让人看到自己内心的恐惧。3、灵性越高个人，往往也是涅槃重生的人。灵性其实代表着对世间的超越。当人的灵性提升到更高的维度，那时候的幸福就不一样了。曾经我冒过一句话：世间讲的是正，
出世间讲的净，这个净就是干净、清净、纯净等等，所有都必须净，根本容不得半点杂质。一旦有染，就又回归到世俗的层面，因为世俗中才有差不多、大差不差，就那么回事这样的说辞和概念。金钱和爱情是灵性的敌人，一个拥有很高灵性的人，恰恰是对物质和爱情具有强烈免疫力的人，因为身心的自在才是他们永恒的追求。灵性越高的人，生活中越是很难有太大的物质收获和爱情收获的。凡夫俗子看重的东西，在他们的眼里不值一提，都是过眼烟云。灵性高的人，他们待人真诚，看上去像是一个低到尘埃里的人。灵性高的人，越过越轻松，越过越幸福。当我们还在抱怨世道不公、遇人不淑的时候，他们早就开始向内看，反求诸己了。当我们被生活磨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借假修真的状态。如果你生活当中能够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珍惜，因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相处，你会感觉到自在舒服。灵性高的人，他们遇事从来不从外部找原因，只喜欢从内部找问题。灵性越高的人，往往也是涅槃重生的人。每一个涅槃重生的人，都经历过一段人生的至暗时刻，你很难理解他在孤立无援的时候经历着怎样的无助和煎熬。当初他从天真到黑化，是为了自我的保护，现在他从黑化到纯粹，是为了心灵的觉醒。接下来我将分享一些让你可以灵性觉醒的一些语言，如果你能经常念诵并记在心里，你的灵性能量一定会慢慢扬升。01，我相信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我们经受的所有苦难挫折都有它特别的理由。当别人指责我时，我会谦虚地反观自己；当我被人污蔑、曲解、攻击、毁谤时，我不会怪罪别人，我愿意因为我的受苦而能理解别人的苦，或降低别人的痛苦。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影响我内心的平静，也绝不影响我关爱他人的能力。我就是爱，我爱的越多，我感受到的爱也越多。我就是爱，我爱的越多，我感受到的爱也越多。02，每当别人对我不友善的时候，我不会直接去批判或指责。我知道当他们在攻击时，其实是在表达他们是需要帮助的，他们是在求救，他们正在呼唤爱。这个时候我愿意更加敞开，不再封闭我的心。当我的心越开放，我就越能理解对方任何不理性的行为都是在呼唤爱。有理解就有爱，我愿意学习用爱来回应一切。03，我越是深入地感受自己，就越能感受到别人的心。我越敞开自己，就越能帮助别人敞开。我看到他们其实是慈悲的化身，他们在牺牲奉献，扮演这个不受欢迎的角色，来成就我生命中的功课。感谢他们。04，
我感受到内心的和谐与宁静。我爱每一个人，我看到每一个人善良美好的本质，我看到每个人的内在纯净的光明和神性的光辉。当我用心关爱，我看到有敌意的人对我变得友善；当我真心祝福，我看到满怀愤怒的人，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得到释放，变得祥和宁静、柔软慈悲。我坚信我的爱将化解所有的攻击报复，我坚信我的爱终将淹没所有的愤怒、敌意。我坚信我内在的光明必能照亮一切的黑暗，化解所有的纷扰。我拒绝任何打击别人的念头、语言和行为。我永远行走在祥和、宁静的光明中。我永远行走在无限的喜悦、富足和平安中。05，我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和谐。我友善待人，一切以爱为出发点。我不再把恐惧、愤怒投射到别人身上。我能够理解、原谅并放下别人曾经对我的伤害。我看清楚我的现状是我过去的思想模式所造成的。我愿意承担，我愿意负责，我愿意改变。06，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发自真心与善意，我绝不说出恶意伤人的话。我不再陷入愤怒、悲伤与哀怨。我彻底的宽恕，彻底的感谢，彻底的放下。我的身心越来越平衡，越来越和谐而完整。07，现在我已经完完全全松开我的绳索，我也松开了架在别人身上的束缚。我的心灵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内在无限的爱与善良逐渐萌芽。我内在有一股全新的力量正蠢蠢欲动，即将生龙活虎地涌现。我的每一个想法，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心中的每一个计划，都有爱在指引，一切和谐圆满。当你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和我一起轻声重复：我不仅是肉体的存在，我是充满爱与智慧的灵性的存在。在我体内有无限的力量，无限的慈悲和无限的智慧。08，我秉持真心，愿意谦卑地向万事万物学习。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万事万物都是我的老师。我愿意更柔软、更宽容、更友善待人。我知道生活中所有的困扰、障碍都是我自己的想法所造成的。我愿意勇敢面对并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中的纠葛，不再逃避。09，每当内心起伏的时候，我可以从中觉察到我的盲点和问题所在。每当我感觉内心不平静的时候，就是我向内看的机会。这一路上我根本不担心，因为我愿意改变。我内在的智慧会引导我如何反省，如何去爱与被爱。我感觉很有力量，很有勇气。我不会迷失，从不孤单，因为爱与光明一直引导我走在正确的路上。10，我相信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我们经受的所有苦难挫折，都有它特别的理由。当别人指责我时，我会谦虚地反观自己。当我被人污蔑、曲解、攻击、毁谤时，我不会怪罪别人，
我愿意因为我的受苦而能理解别人的苦，或降低别人的痛苦。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影响我内心的平静，也绝不影响我关爱他人的能力。我就是爱，我爱的越多，我感受到的爱也越多。我就是爱，我爱的越多，我感受到的爱也越多。11. 每当别人对我不友善的时候，我不会直接去批判或指责。我知道当他们在攻击时，其实是在表达他们是需要帮助的，他们是在求救，他们正在呼唤爱。这个时候我愿意更加敞开，不再封闭我的心。当我的心越开放，我就越能理解对方任何不理性的行为都是在呼唤爱。有理解就有爱，我愿意学习用爱来回应一切。12. 我越是深入地感受自己，就越能感受到别人的心。我越敞开自己，就越能帮助别人敞开。我看到他们其实是慈悲的化身，他们在牺牲奉献，扮演这个不受欢迎的角色，来成就我生命中的功课。感谢他们，我在所有的关系中保持良好的互动。我从每一个人身上学到爱，我重视每个人的存在，我以慈悲友善之心对待万事万物。13. 我与爱合而为一，慈悲与智慧充满着我。我明白，力量就在我的体内，根本不需要向外追求。我是被祝福的，我是被爱的，因为爱，天下没有永远的仇恨，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化解不了的对立。我与宇宙万物本来就是一体的，上天正透过我和万事万物不断地传达爱，显现爱。我永远行走在祥和宁静的光明中，我永远行走在无限的喜悦富足和平安中。14. 我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和谐，我友善待人，一切以爱为出发点。我不再把恐惧、愤怒投射到别人身上，我能够理解、原谅并放下别人曾经对我的伤害。我看清楚我的现状是我过去的思想模式所造成的，我愿意承担，我愿意负责，我愿意改变。15. 现在我已经完完全全松开我的绳索，我也松开了架在别人身上的束缚，我的心灵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内在无限的爱与善良逐渐萌芽，我内在有一股全新的力量正蠢蠢欲动，即将生龙活虎地涌现。我的每一个想法，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心中的每一个计划，都有爱在指引，一切和谐圆满。肉眼看世界，全是名利；天眼看世界，无尽轮回；法眼看世界，皆是因果；慧眼看世界，即是心怀；佛眼看世界，都是慈悲。这个世界存在着无数个我们自己的模样，你是把自己雕刻成为一个无知的自己，还是一个聪明的自己，还是一个愚昧的自己，还是一个愚蠢的自己，又或者是一个智慧的自己。一个灵性的人可以让愚昧变少，愚蠢化解，聪明变成智慧。
那么灵性的背后又是什么？我想可能是一个人的良知，或者是一个人的慈悲，亦或者是一个人的真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个初心也就是一个人的灵性。越是灵性高的人，内心世界足够丰盈，灵魂就会生出香气。灵魂有香气的人一定是不争的。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淡泊名利，清心寡欲，能让你活到100岁。打开内心固有的蒙蔽，清理掉内心的虚妄，洗涤掉内心的肮脏，让内心变得纯洁，让内心返璞归真，回归最初的状态。这时我们的灵性就会自然觉醒。当我们的灵性在觉醒之后，这时我们会得到非常巨大而又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表现就是很容易进入到智慧的状态，并且也会变得魅力十足，同时吸引力也会变得十分强大，进而会引发我们的人生发生巨大的改变。有缘之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请以点赞回应，回复一句灵性觉醒。愿你的心灵注入更多的光明和力量，引领生命向更高的境界迈进，成就更为丰盛的人生。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积累无量功德。